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两京15日诚意泥潭里滚了17遍才拍出3秒眼神，林更新减重12斤眼最补快，张黎把运河烂泥都拍出了命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小时候翻历史书，看到那种一句话带过的记载，心里总会犯嘀咕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史里就藏着这么一段，满打满算40个字，说太子朱瞻基在南京、北京的父亲突然病危，他15天内赶回北京继承了皇位。就这些，没了。然后马伯庸就把这40个字抻成了一部70万字的小说。现在张黎又把这70万字拍成了一部40集的电视剧。前2天官宣定档暑期，爱奇艺独播，预约数已经冲过了104万。微博上相关话题阅读量蹭蹭往上涨，快18亿了。连续好几周稳居待播剧集热度榜首位，这阵仗在今年的古装剧里头确实是独一份。一部还没播的剧，热度能烧到这个程度，肯定不只是 IP 改编加流量演员那么简单。先聊一个让很多人愣了一下的变动。7月份爱奇艺大会上官宣最终阵容的时候，程毅成了全剧唯一领衔主演。林更新从之前宣传的领衔主演调整成了特别出演。消息一出，讨论直接炸了锅。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不是又撕起来了？还真不是。这次是因为7月份刚落地的一项行业新规，头衔不能乱挂了，必须按主线定位和戏份体量来分。说白了，朱瞻基这条线就是整个故事的骨架，从南京到北京15天的逃亡，所有关键节点都得靠他串起来，他就是唯一的绝对核心，按规矩就得这么数。林更新演的那个捕快吴定元，角色在出彩，故事线在完整，角色定位也是核心配角，归到特别出演里，何规何矩。其实这件事本身就挺有意思。剧里头，太子和捕快是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权力落差。剧外头，一个顶着唯一领衔，一个挂着特别出演还兼任联合出品人，成了资本层面的另一种对话。这恰好跟剧情本身对上了。身份这东西从来就不只是一张名片，背后都是实打实的立场和博弈。吴定元这个角色本身就带着多重身份的撕裂感，跟林更新在项目里的多重角色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互文。再说回剧本身，张黎这名字一出来，分量就在那儿摆着。上次他拍古装，还是那部被很多人攻上神坛的《大明王朝1566》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的较真劲儿一点没减。3万平米的明代实景，照着1比1复刻的龙袍，快4成的戏拉到运河沿岸实拍。坊间一直有个说法，张黎的剧组连灰尘都要论辈分，不能乱飞。这次拍运河边的戏，连那滩烂泥都不是随便糊弄的，剧组专门做了文章，因为那不是背景板，踩进去是曹公的一辈子。这种较真放到程毅身上就更具体了。预告片里有个镜头，他满脸泥，3秒钟之内，眼神从惊慌直接切换到那种认了命的沉稳。就这一个镜头，是他在低温泥沼里反复拍了17遍才磨出来的。还有一场水下打戏，泥浆直接往眼睛里灌，愣是没停。有一场贴身肉搏，是真摔真打，不是替身也不是借位，直接往泥水里砸，从高处往下坠。拍完医生当场就进场处理了。他不是在演一个被命运踹下船的太子，他是真把自己扔进了那条运河水道的烂泥里，疼过才知道怎么站起来。林更新那边也是一样，为了演好那个身上背着灭门血仇，表面却醉醺醺的市井捕快，他提前减了12斤，连着7天每天练6个小时的马术，缰绳把手掌都勒出了血痂。
吴定元这个角色最难的地方在于，他本职是南京锦衣卫，按规矩该是追捕太子的皇家鹰犬，结果阴差阳错跟太子绑在同一条船上，两人之间没什么君君臣臣的天经地义可以赊账，所有信任都是刀架在脖子上，过命交情一点点攒出来的。这俩人凑一块儿，就要往一处使，但路子完全两样。程毅演的朱瞻基是一笔一划的工笔，你得从他那张时刻绷着的脸上去辨那些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皱褶，才能读出一句隐忍和那种被权力漩涡裹挟着往前走的身不由己。一个只会晃树斗蛐蛐的纨绔皇孙，怎么在漕运的烂泥里学会狼狈求生？怎么熬成能扛事的储君？这种蜕变程毅是用克制的方式在演。林更新演的吴定元是泼墨，是甩开膀子往纸上一砸，那种不靠谱的松弛和关键时刻刀锋般的可靠混在一起，正好跟庙堂的精密算计撞了个满怀。这两种表演体系撞到一块儿，本质上就是庙堂精密和江湖直觉的对抗与融合，谁也替代不了谁。整部剧最狠的地方是把舞台整个搬到了大运河上，它不叫古装权谋，也不叫武侠探案，张黎管它叫水路片。这个类型标签以前没人用过，相当于在古装剧这个赛道里硬生生批出一个新品类来。运河在这里头不是背景板，你跟着那条船走，能看到码头上的三教九流，闻到漕运带来的市井烟火气，尝到沿岸每一个码头的不同吃食。它是整个大明朝的血管，流动着财富、权力，也流动着最底层曹公的一辈子。这种结构天然就避免了澎湃感，因为故事本身就藏在一条真实的河上。每一个码头都是一个社会横截面，市井百态、繁盛商贸、漕运文化、饮食起居全都串起来了。张黎还放了一句狠话，说这部剧每一集至少有一个生死节点，保证让观众不敢倍速。40集的体量，全程没有注水空间，这本身就是对当下观剧习惯的一次正面硬刚。现在大家看剧都开着倍速，如果一部剧敢这么喊出来，说明它的节奏密度确实有底气。从史书里40个字的缝隙，到70万字的小说，再到这部40集的剧，这条路其实走得很不容易。马伯庸的历史缝隙叙事在书面上已经跑通了，但影视化能不能复刻那种考据加想象的化学反应，之前还没有成功的先例。这部剧就是那块试金石，他要拍的不是龙椅上的朱批才算历史，而是一个人在绝境里怎么扛住，怎么活下来，怎么从少年长成帝王的故事。15天，2200里，一条大运河，4个人的命运，一整个大明朝的变局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被人追杀，只有15天，必须从南京赶到北京，你觉得你能撑几天？